我被鎖在地下診所時，電視正直播一張和我一模一樣的臉敲響上市鐘。林嘉文穿着我的白色西裝，戴着母親留下的翡翠耳環，向全球揮手。他用我的聲音宣布，患有妄想症的姐姐已在台灣車禍死亡。畫面下方顯示公司市值突破300億美元，而真正的創辦人被綁在病床上。我伸手碰門鎖，螢幕卻跳出紅字：身份無效，此人未登記。病歷系統也查不到我的姓名，連這間診所都不承認我曾被送進來。我沒有哭喊，只盯着上市直播右上角的延遲時間，默默記下每一秒。直播裡的周以恆還在紐約台上，地下診所的門卻在3分鐘後打開。他利用預錄延遲提前離場，證明整場上市與我的註銷早已安排妥當。周以恆走到床邊，溫柔地替我整理頭髮，眼神卻像在看一件設備。他說：“從今天開始，嘉文就是你，公司、婚姻和名字都是他的。”我問：“那我算什麼？”他淡淡回答：“沒有人。”診所每天抽我的血，掃描瞳孔，還要我重複說出公司驗證口令。那些資料被拿去訓練林嘉文，讓他的臉、聲音和反應更接近我。周以恆把一段即時畫面推到我眼前，父親正躺在加護病房裡。他說：“只要我不配合，父親的治療就會停止，責任全由我承擔。”醫生遞來授權稿，要我承認永久交出核心模型、專利與管理權。我裝作認命，按照稿子朗讀，連聲音裡的顫抖都控制得剛剛好。念到“永久”兩字時，我用舌尖連碰上2、3次，再自然把話說完。那是早期系統留下的緊急暗號，只有底層規則會辨識受脅迫授權。周以恆拿到錄音後露出笑意，以為缺少的合法授權終於補齊。醫生把檔案存入系統，完全沒發現樣本已被標記為受脅迫狀態。我交出了更多生物資料，也把第一個反擊入口藏進了他最想要的錄音。護理師許安琪替我關掉停車場監視器，只有90秒能離開診所。他解開手銬時告訴我，林嘉文已用我的身份同意拔除父親維生設備。我還沒來得及救他，周以恆便利用我的名字替父親做完最後決定。我帶着受傷的臉逃回祖宅，人臉門禁卻立刻發出尖銳警報。螢幕顯示林嘉文已死亡，偵測到冒充死者，請立即通報。母親隔着門看着我的陌生面孔，顫聲問我究竟是誰。我拉開衣領，露出6歲心臟手術留下的月牙形疤痕。我又說出童年發病時，母親總把橘子糖藏在左邊口袋的記憶。母親終於抱住我，卻不敢哭出聲，只把一把舊銅鑰匙塞進我掌心。她說鑰匙是父親留下的，能打開左營舊車站寄物櫃裡的一隻鐵箱。母親留下掩護我，只說這次一定要替自己活下來。上市後第一場全球董事會上，林嘉文坐在我的位置播放授權錄音。周以恆要求 Veritas 立即把核心模型與專利管理權轉入他的賬戶。董事們以為交接只剩最後一步，政府代表也在線等待驗證結果。錄音播放到“永久”兩字時，系統畫面忽然跳出一道紅色警示。螢幕顯示偵測到受脅迫樣本，授權無效，核心模型已鎖定。林嘉文頂着我的臉重新朗讀，語氣與動作都相同，結果仍被拒絕。周以恆要求技術人員跳過檢查，
系統卻只接受創辦人主密鑰解除。媒體開始追問，為什麼公開上市的創辦人連自己的專利都無法簽署？林嘉文的標準微笑第一次僵住，他連續驗證3次，畫面全是紅色。政府代表要求暫停100億美元合約，先確認主密鑰與創辦人資格。簽約程序被迫停止48小時，周以恆第一次在全球面前失去控制。我仍是沒有名字的逃亡者，卻讓冒牌者第一次證明不了自己。授權失效後，周以恆也終於確定我還活着，而且正在反抗。我用銅鑰匙打開寄物櫃，裡面只有一紙生鏽鐵箱，沒有任何遺產。鐵箱裡放着老式人工瓣膜，12名死者報告與父親錄下的自白影片。父親承認20年前默許使用問題塗層，造成12名病患死亡。他們刪除事故，收買家屬，再把真正的研究成果寫進林家的專利。第一代 Veritas 並非我家獨立發明，而是來自艾蜜莉父親的研究。我曾以為公司的成功證明自己比所有人優秀，現在才看見他踩着誰的名字。影片最後，父親說真正的創辦人主密鑰藏在我6歲植入的心臟監測器裡。那不是一串能複製的密碼，而是長期心跳節律與最早創辦記錄的結合。我終於明白，周以恆不殺我，是因為他需要我活着的心臟。影片剛結束，鐵門外便傳來腳步，一名左臉帶燒傷疤的女人走進來。她說：“我是艾蜜莉，我和你一樣，法律上已經死了。”艾蜜莉先播放2年前的公司監控，畫面裡的她曾在門口攔住我求救。當時我連頭都沒有回，只讓保全告訴她有問題就去報警。她把失效護照放在桌上，死亡標記讓她無法搭機、看病或取回存款。系統還把她判成冒充死者，使她連證明自己受害的資格都沒有。艾蜜莉說，周以恆準備簽署的白紙協議能合法抹除任何不需要的人。吹哨者會失去合約，病患會失去醫療，證人則會被判定身份無效。政府合約只剩3天，一旦接入國家系統，所有揭露都能被說成假訊息。我沒有要求他原諒，只承認自己曾相信技術不會傷害無辜者。我承諾不再奪回一間黑箱公司，而要公開規則並恢復所有被抹除者。那也代表我必須放棄對核心系統的獨佔，讓外部機構共同監督。艾蜜莉看了我很久，最後說：“先別證明你是真的，先證明它是假的。”她同意帶我回美國，我也第一次不再把自己當成唯一的受害者。貨輪靠近洛杉磯時，我在貨櫃裡練習林嘉文的語氣、表情和人生資料。我曾恨他偷走我的名字，現在卻必須借用他被註銷的身份進入美國。入境掃描剛照到我的臉，螢幕便顯示此人已死亡。海關啟動人工複核，我交出父親留下的早期測試憑證與錯誤記錄。憑證只能證明我可能是身份系統受害者，不能證明我就是林初乙。臨時入境章落在文件上，我終於能合法停留48小時接受調查。聯邦調查員丹尼爾不看我的眼淚，只核對原始時間、設備與系統自證。他拒絕用舊照片、手術疤與私人記憶認定我的創辦人身份。丹尼爾說：“法律不處理可能，我需要不可否認的證據。”我問：“如果 Veritas 親口承認造假，他是否願意帶人進入簽約現場？”他答應了，
而我暫時仍以林嘉文的名字留在這個國家。政府產品預演開始時，周以恆正在展示系統如何一鍵註銷危險人物。被標記的人會同時失去賬戶、醫療、交通與證詞資格，現場卻稱之為安全。艾蜜莉接上公司尚未刪除的早期節點，我輸入父親留下的測試憑證。熒幕上的紅色死亡賬號開始變綠，第1名、第2名，一路跳到第100名。那些人包括吹哨者、記者、移工與病患，過去都被系統判定不存在。一名病患重新刷過醫療卡，原本拒絕治療的系統立即顯示授權有效。他當着政府代表哭出來，說自己終於不用再證明還活着。周以恆想把事件說成單一測試錯誤，卻無法解釋100筆相同註銷。政府代表要求暫停封閉簽約，所有身份衝突必須改為公開審查。正式簽約會被改成全球直播，周以恆再也不能只讓自己的人看見結果。父親憑證隨後失效，但第100個恢復的名字已經留在政府記錄裡。全球直播審查開始後，周以恆先否認白紙協議曾被用來抹除真人。他聲稱所有註銷都來自合法政府測試，名單只是敵對勢力偽造。我把白紙協議測試名單投上主熒幕，上萬個不存在的名字瞬間填滿畫面，其中有記者、病患、移工、受報者，也有曾經揭露公司問題的工程師。艾蜜莉啟動早期恢復節點，紅色狀態開始一排排轉回綠色有效。第一批恢復者當場登入銀行賬戶，醫療資格與證詞權限也同步回來。一名記者重新取得採訪證件，直接質問周以恆為何刪除他3年人生。周以恆仍說那是駭客攻擊，卻無法阻止政府核對每筆原始註銷記錄。政府代表正式宣布停止白紙協議簽署，100億美元合約立即擱置。公司股價迅速下跌，董事們第一次公開要求周以恆說明註銷權限。所有人原本只問誰是真創辦人，現在終於開始問誰被系統抹除。周以恆在直播後下令全球追捕林嘉文，因為系統仍把我的臉歸在他名下。我讓上萬人拿回名字，也讓自己正式成為跨國追捕名單上的死人。新聞把我描述成整形後冒充企業創辦人的危險國際駭客。全球智慧鏡頭同時收到我現在的面孔，旁邊標着林嘉文已死亡。我只要走進車站或醫院，系統便會立刻通知周以恆與執法單位。周以恆還凍結母親與受害者支援賬戶，逼我主動交出心臟主密鑰。林母的賬戶顯示全部限制，她連離開台灣的交通費都無法使用。我和艾蜜莉優先搬走離線終端，避免共同創辦人殘留權限被刪除。那台舊電腦是最後能繞過周以恆控制、保存底層記錄的入口。我能保住終端，卻無法同時救出母親與所有被凍結的支援資金。母親來電說自己已被限制出境，仍要求我不要回頭，更不要交換密鑰。周以恆對媒體說，他連自己是誰都證明不了，談什麼拯救別人？我失去公開行動與資金能力，只保住艾蜜莉那台不能被取代的終端。林嘉文用死亡前的私人信箱約我見面，地點是一座廢棄劇院。他頂着我的臉站在孤燈下，連抬手整理頭髮的角度都和我相同。他承認接受整形、抽血與生物訓練，也承認父親把管授權由他簽署。林嘉文說自己從小只能活在我的影子裡，
連被父親看見都要借我的成績。他說：“我不是偷你的人生，是拿回我也配擁有的東西。”我第一次沒有只把他當成冒牌者，而是聽見他30年的怨恨。我承認自己曾用施捨證明優越，卻從未問他真正想成為誰。我勸他在全球直播中說出真相，至少把林嘉文這個名字拿回去。他明顯動搖，我卻因此多留了1分鐘，沒有按照原定時間撤離。劇院黑暗處忽然響起掌聲，周以恆穿着深色西裝慢慢走出來。2名保全堵住出口，林嘉文避開我的目光，沒有說他是否早已知道。我取得妹妹的親口承認，卻因為希望她回頭，把自己送進周以恆手裡。我被固定在總部生物安全室，醫療機械臂貼上胸口的手術疤痕。周以恆說，一個人提供臉，一個人提供心臟，才是最可靠的零出乙。感測器開始讀取長期心跳節律，主泌藥進度從30%迅速上升。我掙扎得越劇烈，設備便提高固定與鎮靜，心率也開始出現異常。進度到達60%時，周以恆賬戶已取得部分底層檢視權。他立刻開始搜尋艾蜜莉殘留記錄，企圖在簽約前徹底刪除她。離線終端位置也遭到追查，艾蜜莉被迫切斷與我的直接連線。丹尼爾知道我被帶進總部，卻因缺少法院命令不能合法闖入。主泌藥解鎖進度升到90%，只剩最後一段心跳樣本。樓上會場開始彩排，林嘉文穿着我的衣服坐進創辦人簽約席。$100億合約只剩12小時，周以恆距離最高權限只差最後一步。我的身份、自由與公司早已失去，現在連身體裡的密鑰也即將被奪。機械臂再度加壓，心臟監測器發出警報，我卻無法停止讀取。90%停在熒幕上，我第一次幾乎看不見任何能反擊的出口。我忽然停止掙扎，按照監測器節奏慢慢調整呼吸與心跳。周以恆以為鎮靜終於讓我認命，主泌藥進度再次開始上升。他笑着說：“我終於明白，公司未來永遠比一個人的身份重要。”系統要求我朗讀最後確認詞，我沒有拒絕，反而把每個字說得清楚。念到關鍵詞時，我再次用舌尖連碰上2，把整段讀取標未受脅迫。進度到達100%，周以恆伸手碰向控制台，準備接收最高權限。畫面卻沒有跳出他的名字，而是顯示創辦人保護協議已啟動。系統要求第2位共同創辦人確認，任何單一賬戶都不能取得主泌藥。周以恆連續輸入管理指令，控制台人只重複同一句確認要求。我承受了完整心臟讀取，卻讓他親手把密鑰送進雙人保護程序。解鎖已經完成，現在真正要決定的是他最後流向誰。艾蜜莉透過舊節點接通安全室，把我的聲音送進受害者聯合頻道。所有人都在等我指控周以恆，我卻先承認這套黑箱也有我的責任。我曾相信演算法不會傷害好人，也曾拒絕聽艾蜜莉的求救。我還把妹妹的自卑當成嫉妒，用安排與施捨代替真正理解。我說，就算拿回姓名，也不會再回任執行長或獨佔核心控制權。所有驗證規則都要公開，由受害者、技術人員與政府共同監督。這個承諾等於放棄$300億公司的最高位置，也無法事後反悔。
多名被抹除者決定在簽約會現場作證，不再讓周以恆替他們定義。受害者代表把獨立直播權交給丹尼爾與艾蜜莉，避免公司再次斷訊。我失去奪回王位的資格，卻換到真正願意站在現場的人。周以恆想把我說成爭權的報復者，我便先把最想要的權利放下。周以恆命工程師刪除艾蜜莉的共同創辦人殘留權限，系統卻要求核對早期程式碼簽名、實驗記錄與原始活體樣本。艾蜜莉輸入自己留下的底層程式碼，時間早於林家取得專利的日期。舊實驗記錄也證明他參與核心設計，並曾擁有平等創辦權。活體檢查確認他不是冒用死者資料，而是被偽造死亡的真人。丹尼爾依公開證據宣布，艾蜜莉是身份犯罪受害者，不是非法駭客。他的姓名重新出現在系統，狀態從死亡改為有效共同創辦人。周以恆試圖提出異議，卻拿不出任何早於原始程式碼的創辦記錄。艾蜜莉做到離線終端前，將手掌放上讀取器，完成活體核對。她清楚說出 Emily Carter 確認。主密鑰控制權正式進入雙人終端，再也不屬於任何單一掌權者。我替他恢復名字，也永久放棄自己獨佔系統的可能。雙人終端打開主密鑰記錄，顯示每次授權都保存了完整心跳節律。我的2次朗讀都伴隨舌尖暗號，因此整段資料被標為受脅迫。林嘉文學會我的聲音與動作，卻無法複製6歲以來的原始心跳變化。系統因此把他使用的生物資料判為訓練樣本，而非原始創辦人本人。專利轉移、數位印章與死亡宣告也被整批標記為可回復狀態。心臟曾是周以恆最想奪走的資產，現在反而證明每一次授權都不自由。艾蜜莉又找到周以恆要求所有高層佩戴的安全腕錶記錄。腕錶會同步記錄心率、瞳孔與聲帶變化，用來判斷內部人員是否說謊。那套標準是周以恆親自批准，也曾被他拿來處分不同意見者。我決定不提前停止簽約，讓他親口完成最後一次最高權限宣告。暗號：心跳與腕錶已經連成一條線，只等周以恆自己走到終點。政府簽約會重新開始。林嘉文穿着白色西裝坐上創辦人席，他耳邊戴着母親的翡翠耳環，面前放着100億美元政府合約。周以恆向全球宣布，真正的林初已一直在台上，外面的女人只是死人冒牌者。政府官員要求最後活體驗證，他親手確認主密鑰已完成100%讀取。他還說，公司所有身份註銷、授權與最高權限都由自己合法批准。林嘉文拿起簽字筆，標準微笑和上市那天沒有任何差別。我沒有從後台切斷合約，因為周以恆還差最後一句公開承認。他對鏡頭重申，一切操作都經過他的管理賬戶與最終決定。獨立直播已經保存這段聲明，任何人都無法事後修改或刪除。會場電梯忽然停在頂樓，所有鏡頭都轉向緩緩打開的門。我穿着病患服走出電梯，帶着傷疤與陌生的臉站到全球直播前。周以恆指着我，當眾宣稱我是整形後冒充創辦人的精神病患。林嘉文仍坐在創辦人席，2張不同的臉卻同時被稱作林初乙。我沒有先爭論容貌，而是與艾蜜莉共同啟動創辦人保護協議。
上萬名被白紙協議抹除的人，姓名與權利同時重新出現在熒幕。周以恆說那是駭客攻擊，雙人終端隨即公開全部受脅迫樣本。系統確認專利，死亡宣告，數位印章與政府簽署都來自無效授權。心臟主秘要開始比對，我6歲以來的節律與原始創辦記錄完全吻合。主螢幕正式顯示，受傷女子才是原始創辦人林初乙。林嘉文的資料則跳出紅字，身份衝突，此人並非林初乙。他摘下母親的翡翠耳環，對全球承認自己接受整形與生物訓練。周以恆命他照稿念，他卻說他需要的從來不是妻子，只是一張能簽字的臉。丹尼爾帶人封鎖會場，政府代表要求立即停止所有白紙協議服務。周以恆人稱資料是身偽，艾蜜莉便啟動他親自制定的安全腕表驗證。腕表依他的標準判定陳述不可信，政府取消合約，董事會凍結全部權限。丹尼爾替他戴上手銬，我則關閉創辦人獨佔權，把核心規則交給共同監督。1年後，周以恆因綁架、證券詐欺與身份犯罪被判多項罪名成立。他失去公司、股份、婚姻與自由，再也不能用保護之名控制任何人。林嘉文因冒名與妨礙司法接受審判，卻正式恢復自己的姓名。他不再使用我的聲音，也不再要求所有人把他當成另一個人。母親在法庭說，她有2個女兒，手術疤、橘子糖與各自選擇都不同。董事會邀我回任，我拒絕了，並把核心驗證標準全部公開。我和艾蜜莉成立非營利研究中心，任何身份判定都必須多人審查。研究中心協助移工、病患、受暴者與身為受害者恢復法律資格。林嘉文寄信說想學會不討厭自己的名字，我回寄一本空白筆記本。筆記本封面只寫着林嘉文，沒有我的照片，也沒有任何模仿範本。捷運鏡頭仍顯示無法辨識，我關掉人工助理，沒有停下腳步。我站在鏡子前，看着有疤的陌生女人，第一次對自己說：歡迎回來。